伊朗会忍到什么时候？冷处理助长了以色列的嚣张气焰，炫耀对付伊朗的手段，让美国学着点，就该这么干。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虽然乌克兰横插一手说这个针对伊朗军工厂的袭击是对伊朗的警告这也引起了伊朗的不满，直接用改变立场来警告乌克兰。但是你还真没多少人认为这一事儿是乌克兰干的乌克兰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外界都普遍认为发起袭击的这个无人机就是来自以色列是以色列策划了这一系列的袭击事件。而面对外界的猜测和观望，伊朗却选择了冷处理，声称会调查清楚的伊朗并没有去指责任何人，而是用袭击并未造成多大的损失，低调的处理了这一件事儿。而伊朗的这个冷处理呢，却是助长了以色列的嚣张气焰也不知道伊朗会忍到什么时候，在夹缝中发展到今天，伊朗的忍耐确实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味的忍耐也会进一步的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把伊朗当成软柿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跟伊朗打交道不要想着跟伊朗达成什么协议，这些协议都不会有什么效果。毫无疑问，这番话是说给美国听的，而美国正在与伊朗展开谈判。虽然拜登放话说伊核协议已死，但却没有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美国方面也是强调，现在美国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俄乌冲突之上，不想在与伊朗的谈判上分散注意力。可是美军全面撤出中东是可以预见的，那俄乌冲突就算再怎么延长，最终也会有结束的那一天。至少面对手握大量核武器的俄罗斯，美国是绝对不会允许北约与俄罗斯爆发正面冲突的，这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需求，不符合美国在战争背后余力的作风。这也就意味着现在几乎被终止的伊核谈判重启也是必然的。也正是看出了这一点，一直都跟伊朗不对付，为了阻止美国和伊朗展开谈判，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不惜放话与伊朗开战的以色列，自然不希望美国跟伊朗和解。所以在强调伊朗签署再多协议也没用之后，以色列又嚣张地对伊朗放下了狠话内塔尼亚胡表示呢，制裁和军事威慑是跟伊朗打交道的首选，更是最佳手段。以色列得意地说出这样一番话，自鸣得意地炫耀起了对付伊朗的手段，显然是认为在与伊朗的长期交锋当中找到了对付伊朗的办法。以色列阻止美国与伊朗谈判，就是不想美国放松对伊朗的制裁。要是能在保持制裁伊朗的同时，继续利用伊核协议监视伊朗的核活动，以色列可不会去反对，更不会用跟伊朗开战来阻止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在以色列看来，对伊朗的制裁就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重要手段，而这还不够。想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的摧毁伊朗的核工业。所以刺杀伊朗首席核科学家，针对伊朗的核设施的破坏，都是以色列军事威慑伊朗，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一部分。不久前，以色列更是公开放话，用不了几年就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发起空袭。结合现在的这番言论摆明了就是让美国学着点，在伊核问题上就该这么干，别想着跟伊朗去谈判。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